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呼救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笼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正义存亡，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。今日诸位自愿参加我族试炼，默认签下生死状，生死自负，与我临风街无关。你们面前这幅画卷上面所绘，乃为前往鼓楼前必须穿过的古老森林空神之森。诸位仅需用手触碰画卷，便可进入其中接受试炼。你们将被暂封元神力，也不得使用守护元神。一旦失败，便会永困其中，不得再出。你们真的考虑清楚了吗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如果要放弃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大早跑来听你讲那么多的话了。感谢你的忠告，我们会通过给你看的。走。这里应该就是空神之森了。管他什么幻境呢，就当提前领教一下这空神之森的滋味。什么声音啊？试炼这就开始了？这是什么？还来！我去，干嘛呀？怎么还来呀？
好可爱的兔。跑！怎么办？这么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还怎么通过试炼？大家分头跑，大家分别说话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不管了，分头跑。裴洛，你3天不洗头，小心变成油腻中年男。这样下去，你不会再有朋友的。曹彦兵，你睡觉磨牙打呼噜，说了你也不听，听了你也没改，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等得到女朋友？曹彦兵说是你打呼噜啊。我没说过。说过了，我听他吐槽的。没说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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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说过。你看他说了，我听到了。厉害呀你！那不是真功啊！硬是厉害吧你！啊！追！走。啊！刚才谁说油腻中年男？他。哎，不是我啊，你非常的帅气，帅气又清楚。我刚才听说你睡觉磨牙打呼噜啊？啊，我吗？不是我吧？啊，他说的。哼，可笑。又有人来陪我了。欢迎来到试炼第2关，快来啊！长得还挺好看。会玩花牌吗？哼，不会。没事儿，我教你。这副牌一共有16张，分别为梅、蓝、竹、菊各4张。梅代表4，蓝代表3，竹代表2，菊代表1。你们就用它陪我玩个游戏吧。怎么玩？你抽2张，我抽2张，牌面相加，比大小就好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比完呢？赢的人就走喽。那是输了呢。输的人，那就永远留下来陪我。还要考虑多久呀？这结界可是有时间限制的。比就比，我先来。行。麻烦快点，我可都抽完了。翻牌吧。运气不错，走吧。
大叔，别想了，过来。那就怎么快怎么来。爽快。直接翻牌吧。 你呢？你也走吧。到我了，请。 我们用过的牌都消失了，那现在桌上只有8张牌，反倒说曹云斌的胜率很低。除非他可以抽到梅。结界大门都快关闭了，赶紧去把它顶住，不然等我比完了，咱们3个都出不去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老子抽的是梅，稳赢。走。 结界之门要关了。这抽1张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，他怎么还不来？是啊。 菲洛，你刚才都抽到了什么？我刚才抽到1张梅，1张蓝，他是1张梅，1张竹。你一局就抽到2张梅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那一局也抽掉2张梅，一共就只有4张梅，他怎么可能会抽到梅呢？他是在骗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先走。我看就不用比了吧，我抽到的是2张蓝，你怎么都会比我小。别着急啊，我还没抽完呢，那就还没结束。其实你刚刚撒谎，现在桌面上已经没有梅花了，所以你手里的也不可能是梅花。现在蓝最大。 我已经赢了。其实，你刚刚撒的谎，那2个人随便对一下就能识破，但我看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看就是他们故意装傻，然后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这人嘛，自私也是很正常的，你别难过啊，以后有我陪你。 我既然让他们俩走，就根本没想让他们回来。我还有1张牌没抽呢，万一你在撒谎，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2张蓝，那我就还有胜算。
个白痴！你觉得自己很帅吗？你们俩怎么回来了？你问我们，我们还要问你呢。你竟然敢骗我们！我们两个哪儿也不去，看着你抽。对，走不了就打。好，那我就抽这张。你们赢了，走吧。这关试炼就是为了测试你们，在生死抉择面前会不会丢下同伴。带你们走出结界，会看到一本古籍，只要伸手就能获得印记，那代表被我们踏风族的祖先认可。嗯。多谢。谢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一定稳赢吧。稳什么稳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自作主张，我跟北洛绝对饶不了你！哎，好，知道，你们两个打人很痛的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些人能走出试炼吗？女儿不知。若甫，你明白我们先祖为什么会设下这个试炼吗？不是为了挑选有资格被带领着前往鼓楼的人吗？是用我们踏风族人的血封住这个画卷，这样接受试炼的这些人就将永远困在里面。你要杀了他们？母亲，这是……若甫，要保护凌风街，就只能封印他们。若甫，你到底想不想当镇魂将？当然，身在镇魂街，谁不想当镇魂将？那好，既然你想当镇魂将，那就千万不能优柔寡断，一切都要以保护凌风街为先。我自己来。好了，事情已了，你赶紧把手包扎一下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什么情况？试炼结束了？不是说通过试炼会有什么印记吗？我怎么没有啊？我也没有。这院子不对劲儿，这里应该是……姐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彩儿姐，等等我！你快点儿！等等我，彩儿姐！怎么了？若甫，再给我挑一遍那次的剑法呗。好，你坐那儿。你说他是小颜若甫？对。姐姐好厉害呀！那什么情况？我们穿越了？姐姐好棒！少将军，少将军。他们应该听不见也看不见我们。行吧，看样子我们又是进了另一重幻境。另一重幻境，试炼不是结束了吗？不知道，先看看吧。彩儿姐好厉害呀！这算什么？等真的遇上了恶灵啊，这些都是花架子。你这花架子比我全力以赴的要强，我连守护元神都换不出来。等你长大些不就出来了？急什么？对了，乔小姐，前阵子听说族人被攻击了，有没有查出是谁干的？你这次和舅舅出去就是去忙这件事啊？算是吧。哎，那坏人被抓住了吗？你快给我讲讲。若甫啊，我今天要出去一整天，你进房间里给我拿点好吃的，我们带到路上吃，好吗？好，你等我，我现在就去。两个都跑了，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跟上没？这是哪儿？这个若甫跟着的乔乔姐是谁？我们在凌风街应该没有见过她吧？当年，我听天月兄在喝醉酒的时候提起过，他有个女儿叫乔乔，还说跟我一样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的女儿？不清楚，后来再问他，他就不愿意说了。若甫，我让你不要跟过来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回去。乔姐，我让你回去。我只想跟你玩。今天来我盼了很久的。若甫，你先回去，我晚点来找你好吗？谁呀？
谁在外面？二姐，屋里有人，是谁啊？若甫，我可以告诉你屋里的人是谁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今天看到的事不可以跟任何人说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！姐姐，他是谁？他在这里不安全。风渣，你别怕，这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若甫表姐姑姑的女儿。风渣，这是风渣，我弟弟。他就是风渣，不是说他从小体弱多病，不见外人吗？怎么会被锁在这里？风渣他不是病了，只是体内住了一个力量强大的凶兽，强大到还没有觉醒，风渣就控制不住他了。父亲把他关在这儿，也是为了保护族人。保护族人？难道最近攻击族人的事儿就是他干的？那是个意外。风渣他从来都不会主动伤害别人，只是之前没有控制住自己。其实那只凶兽是风渣的守护元神，只要风渣能控制得住它，一切就都好了。没事，我连守护元神都换不出呢，和你差不多。哦对，一起吃吗，风渣？坐下吃。坐。严巧巧是严天月的女儿，那这个风渣，岂不就是严天月的儿子？您那老朋友有跟你说过他有这样一个儿子吗？没有。看来严天月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嘛。这个临风街，秘密也是不少。你当心啊！乔姐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啊？明天好不好？我喜欢风渣弟弟。若甫啊，你还记得那个寄生人唐笑笑吗？怎么能不记得？他还救过我和母亲呢。对，他不仅救了你和姑姑，他还是父亲的故交。他们那些人此次来到临风街，是为了芦花鼓楼。父亲让我明天去给他们领路。芦花鼓楼？我听族里长老说过鼓楼的传说，听说那里有一个可怕的神明，听起来很危险，你千万要远离他。若甫，你答应我，万一我回不来，你常来看看风渣好吗？你为什么会回不来？没有，姐姐说错了，我说的是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常来看看他。这没问题，我每天都会给风渣弟弟送吃的，我们一起等你回来。就目前看来，当年带着老妈他们进芦花鼓楼的，就是严巧巧。当年听天月兄的意思，是严巧巧很有可能没有回来。根据现在的情况看，严巧巧应该是知道自己似乎是回不来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清楚，曹元兵的妈妈是被困在了鼓楼，那严巧巧呢，又去了哪儿？想明白这个之前，我们得先确定看到的是不是真的。你们不觉得在这个试炼里面能看到这些，很奇怪吗？人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剧情应该是已经进入到新的一天了。我们跟去看看吧。回师务，走。
准备好了吗？你先翻牌。该你了，你是什么牌？我输了，这个小黄鸭送给你。你不喜欢吗？那你想要什么啊？我想让你带姐姐来看我。姐姐什么时候回来？乖，听话。乔乔姐带人去空神之森了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说是很快，这都去了10几天了。快说，明天想要什么，我买给你好不好？我就想早点控制住自己身体里的力量，能到外面看看，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都能自己去买。那这样吧，以后我每天都来找你，我们就一起练功。你早点控制住力量，我早点召唤出守护元神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等姐姐回来了，我们给她个惊喜。说好啦，拉钩！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姐姐吃这个。他们要是知道严巧巧再也回不来了，该有多失望，多难过啊！文章，你不会练了一宿吧？我没事儿，你休息一下吧，我们明天再练。你不急，我急。我姐1年都没有音讯了，我实在不去找她，谁管她死活？可咱们贸然去救她能行吗？不但力量不够不说，万一在半路上控制……你想说，万一我在半路上控制不住体内的力量，伤人了怎么办？对吧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说的对，都怪我没用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出生的，这样就不会害死我妈妈了，林凤姐也就少了一个祸害。哎呀，你扯哪儿去了？我都说没这个意思了。我们再等等吧。凤章，凤章，你怎么了？凤章，哎，凤章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走就走，我不会再回来了。去看看。凤扎体内的凶兽好像彻底苏醒了，锁神链已经奈何不了他了。凤扎，凤扎，你这是？凤扎可是你的儿子啊！我不仅是他的爹，我还是灵狐阶的镇魂将。不行，兄长，凤扎是我们族内现在唯一的一个领路人了。领路人可是神的旨意啊，不能杀，不能杀呀，兄长！不要！若芙，求求你放过凤扎！雨，快把若芙带回去，快走！快走！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关于凌风街过去的事儿？果然，最后我们看到的，
根本就不是什么古籍，对吧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卓颖，我要你从此刻开始，按照我心中所想画面，重绘古迹。是，那些都是我的回忆，也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事情。这就对了，难怪每一段都有你。若甫，你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？是啊，想做什么不妨直说。还能有什么事？他兜了那么大一圈子，费尽心思，不就是想告诉我们，严风渣才是真的领路人吗？不错，风渣才是真正的领路人。不对呀，你不也是领路人吗？我是假的。无耻！枉我们每天跟在你屁股后面低三下四的求你，结果你是骗我们的。难怪你不肯为我们领路，原来你根本就是个冒牌货！哎，曹彦兵，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你别着急。若甫，那我问你，你都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，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实情呢？还能是什么呀？不就是怕我们通过了试炼，变本加厉的缠着你呗？最初我是为了骗过石火王，才谎称自己是领路人。那之后呢？之后不是存心？曹彦兵，若甫要是怕我们纠缠，他直接躲开就好了，没必要告诉我们真相。若甫愿意告诉我们真相，还是真心待我们的。好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你现在愿意跟我们说实话，我就还当你是朋友。说回严风渣，他是什么情况？当年我在被拖走前，都还在恳求舅舅不要动手。那他到底有没有动手呢？严风渣是死是活呢？后来我被带回将军府，母亲告诉我，风渣失控到挣脱锁链，舅舅只能亲手杀了他。一个父亲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？我让你们看我的回忆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林凤阶现在已经没有领路人了。之前瞒你们，是我不对，对不住。但你们想要的，我们真的给不了。所以，请你们还是离开林凤阶吧。曹彦兵去哪儿？严若甫瞒我们，我勉强当他不得已，但严灵玉分别就是存心。这个试炼是他提的，让女儿领路也是他答应的。严若甫，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严灵玉，我一定要去找他算账。别！曹彦兵，曹彦兵，若甫，你跟我们说这些，严将军知道吗？下来。听欲望的心中在残
具象的世界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伤源，感动成一缘。